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大冢宣夫先生所著的《医生教您轻松度过老年的建议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将当前年龄乘以 0.8， 计算出您真正的年龄；第二，只要不过于认真的生活，老化、烦恼和不安都会消失。我将详细解释这些观点。首先，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，即将当前的年龄乘以 0.8， 得出您真正的年龄。现在大家当中肯定有不少人害怕变老，或者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，我强烈建议您看完这次的视频。看完之后，这些忧虑会被一扫而空，您的心情会轻松不少。作者大冢先生作为一名医生，38年来一直从事老年医疗工作，并且还创办了2家医院，至今接待了大约18000位老年人，并陪伴其中8500位走到了人生的最后。因此可以说他是老年医疗领域的权威。在他常年的从医经验中，作者本人也已经76岁，经历了许多患者的故事和人生。在这些经历中，他悟出一个重要道理：当我们变老后，不要再过于认真生活，要想在晚年过得充实无悔，关键在于不过于认真。正如标题所示，作者的主张是，年纪大了之后就不要再太认真了。书中还举了一些具体的建议，比如洗澡3天洗1次就可以了，睡觉想睡的时候就睡，想起的时候再起，饮食不用太在意营养平衡，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老人可以随意取消约定，不要留下遗产，最好把财产花光，这才是为孩子好。这些建议可能和许多人常识中的正确做法相去甚远。日本人往往非常认真，无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家人，很多事情即使不愿意做，也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因此，很多人可能到了老年还想继续认真生活，甚至希望能无忧无虑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。然而，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放下这些固有的观念和常识，这正是晚年或变老后能够快乐生活的关键所在。大冢先生认为，为了保持身心健康，并且让晚年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有趣，适当的放松并改变思维方式将会大有裨益。然而，即使您心里想着到了年纪就应该放松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工作，但因为过去一直在努力奋斗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放松。而且，对于那些一向过着非常认真生活的人来说，突然让他们不过于认真的生活，可能会让他们产生罪恶感。针对这些人，本书提供了许多方法，教您如何在晚年过上轻松无压力的生活。同时，大冢先生还建议，在50岁或60岁之后，应该改变与年轻时的生活方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健康和身体状况逐渐下降，如果还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工作，反而可能会损害健康。而且，年轻时或许没有足够的钱，但年纪大了，手头上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，因此不必再像年轻时那样勉强自己。同时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应该意识到今天可能是您能力的巅峰，因为明天的体力和精力都会比今天稍有下降。因此，大冢先生建议，我们应当立即去做想做的事情，而不是把它们拖延到3年后才去做。年纪大了之后，今天就是您最有活力的时刻，所以不必再被金钱、护理或晚年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即使偶尔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，甚至稍微自私一点，做您现在想做的事情，而不必去做您不想做的事情。现在正是时候改变思维方式，以这种方式生活，衰老的恐惧将会消失，生活也会变得轻松愉快。长寿和衰老意味着我们会逐渐失去精力、体力和能力，而这些事实让很多人对衰老和晚年生活感到担忧。然而，书中建议大家转换思维，不必再为老年担心。变老之后，已经不需要再去做那些您不想做的学习，也不用再强迫自己工作。年轻时，尽管有很多不情愿的事情，但您不得不做，
工作没有自由的时间，每天都被指标和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社会也总是对您施加各种压力，告诉您应该怎么做。而且年轻时可自由支配的钱并不多，还有各种人际关系的困扰与烦恼。然而到了年纪大了，您就从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了，您不再需要承受指标、责任，也不用再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烦恼。简而言之，年老之后，生活变得更加轻松自在，您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方式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终有一天一切会结束。因此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变老后的生活实际上是人生中最轻松、最美好的时期。如果你想要过上让自己满意的生活，并且不被压力困扰，那么请记住，过于认真是影响幸福的关键因素。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中，超过一半是为了履行社交义务。我们总是担心被别人讨厌，希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，不想给别人添麻烦，想着以后或许会需要别人的帮助，所以我们总是关注他人的眼光。然而，这种生活方式让很多人感到窒息。相反，那些不太在乎义务、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享受当下生活的人，往往能够长寿。这是作者从众多老年人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例如，要想随心所欲地过上自在的生活，您需要具备3样东西：金钱、健康和朋友。金钱的重要性在于，当你有一些任性的请求时，只要付出相应的报酬，哪怕数额不大，对方也会尽量帮您完成。所以，金钱就像是支付任性费的工具。其次，健康和体力也很重要。没有足够的健康，您就无法随心所欲地行动，也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最后是朋友，虽然有些人喜欢独来独往，但通常来说，无论是吃饭、喝酒，还是运动、旅行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，往往会更加愉快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您现在开始积累金钱，增强体力，并结交朋友，那么将来就能一直随心所欲地无拘无束的生活。这样一来，您会减少压力，健康长寿也指日可待。不过大家或许也隐约觉得，随心所欲生活并非可以不做任何准备。没有金钱或体力，您就无法真正过上悠闲的生活；没有朋友，您也不能完全独立生存。即便选择无拘无束的生活，仍然需要与朋友共享。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提倡先打好基础，再去追求随心所欲的生活。听到这里，许多人或许已经觉得，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似乎相当不错，愿意稍微放松一下，尝试过这样的日子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书中提出的几个具体建议，帮助大家实现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。首先有3个要点：一、将当前的年龄乘以 0.8， 这才是您真实的年龄。2、不是寻找自己想做的事，而是停止做自己不想做的事。3、比起注重营养平衡，优先吃自己喜欢的食物。接下来我将逐条解释这些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将自己的年龄乘以 0.8， 认定这才是真正的年龄。这其实是一个让人欣喜的消息。如今的老年人和过去完全不同。比如，过去60岁的人被视为老人，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衰弱。然而现在，男性65岁时平均还有19年的寿命，女性则还有24年。因此，老化速度相较以前明显减慢。据说，在过去30年里，人体衰老的速度已经推迟了10到15岁。今天的65岁人群，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，根本称不上老人。如今的65岁，给人的印象就像50多岁一样。相信您身边也有不少65岁或70岁的人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模样。这种老化速度的减慢，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。因此，您可以将自己的年龄乘以 0.8， 认为这才是您真正的年龄。例如，本书的作者76岁，但按此方法计算，相当于60.8岁。作者自己也感觉像是60岁左右。这种感受并非没有根据，因为体力测定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当前74岁到79岁人群的体力水平，
和20年前64岁到65岁的人相当。大家不妨试着将自己现在的年龄乘以 0.8， 然后认为这个数字才是您真正的年龄。这样一想，你会觉得自己还很年轻，还能继续努力，依然可以充满活力的生活，享受人生，是不是就会感到充满干劲呢？这种事情完全是靠自己的信念，越相信自己年轻，效果就越显著。实际上，研究表明，那些坚信自己依然年轻的人，确实会变得更加年轻。反之，如果您总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、老了，或者认为自己已经退休、无所作为，那么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。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请怀着我的真实年龄是当前年龄的 0.8 倍的心态继续生活吧。那么您感觉如何呢？接下来我来讲解第二个秘诀，与其费力寻找想做的事情，不如先停止不想做的事。您没必要去刻意寻找想做的事情，相反，您可以从停止不想做的事情开始。世间常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或永远保持好奇心的说法。当然，意义和好奇心在任何年龄段都很重要。但如果我们感到必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，这种压力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。我们的寿命不断延长，因此大家总是说，为了享受漫长的晚年生活，应该找到想做的事。然而，如果仅仅为了打发时间去强行寻找想做的事情，这就本末倒置了。更何况，如果有人告诉您，为了健康长寿，您必须找到某些事情来做，那么这种压力反而可能缩短您的寿命。常听人说，做完想做的事，才算不枉此生。这样的书籍不胜枚举，但现实情况并不如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简单。如果您真的能够做到死前实现所有梦想，那当然很好。但实际上，大多数人都是带着未完成的愿望离开的。况且，许多人对自己想做的事并不明确，所以，与其费力去寻找想做的事，不如从停止做那些不想做的事开始吧。想做的事和不想做的事看似相似，实际上存在细微的差别。当您打算去做想做的事时，可能会遇到没有钱、没有时间，甚至连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都不清楚的问题。然而，谈到不想做的事，大家很容易就能想到，而且停止做不想做的事，不需要花费任何金钱或资源，只要把它从生活中剔除，您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轻松。当别人问您想做什么时，可能让您不知所措，但如果问您不想做什么，您很快就能回答。从生活中去除那些不想做的事，幸福感将会大幅提升。年纪大了，没必要像年轻时那样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，勇敢地放手吧。接下来，我想讲解第三个秘诀，比起注重营养平衡，更应该优先吃自己喜欢的食物。作者曾接到一位40多岁女性的咨询，她说：“我的父母每天都在外面吃饭，而且总是在他们喜欢的中餐和日餐之间轮换。在中餐馆，他们点饺子和啤酒；在日餐馆，他们吃乌冬面和日本酒。每次的菜单都一样。这样吃的话，营养不是会失衡吗？所以我对他们说，不能这样，应该像以前那样自己做饭。”多吃些蔬菜、肉类和鱼类，保持营养均衡。那么这个建议如何呢？乍一看似乎很合理，但作者却这样回应您说的这些话，实在太愚蠢了。您不能强迫他们放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去吃他们不喜欢的东西，还让他们自己做饭，这对他们来说太苛刻了。年纪大了，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费劲，尤其是做饭和清理厨房。所以外出吃饭有什么不好呢？听到这里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大多数听这个频道的朋友都有很高的健康意识，可能会觉得不行啊，只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会生病的，营养平衡才是最重要的。然而作者认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方式，只要按照当时的心情，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好，而随心所欲的简单饮食是最好的选择。他还强调，比起注重营养平衡，
更重要的是吃自己喜欢的、想吃的东西。当然，作者并不是说年轻的时候不用在意饮食。事实上，年轻时，甚至到60岁左右，注意饮食对保持未来的健康身体非常重要。他认为，对老年人来说，强迫自己忍住不吃想吃的东西，反而会对健康造成更大的压力。换句话说，作者主张根据年龄来调整饮食习惯。年轻时，考虑5年、10年甚至更长远的健康，保持营养平衡确实很重要。但当您年过75，人生的终点渐渐逼近时，与其因为健康原因压抑食欲，倒不如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减少因饮食带来的心理压力，这对健康更加有利。人体的设计非常巧妙，到了70岁之后，虽然食欲会下降，但身体会自动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。此时更需要注意的是食物的分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尽管有时仍有食欲，但食量会明显减少。很多人开始变瘦，这意味着，比起营养均衡，更重要的是让老人吃他们想吃的，让他们多吃一些。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作者认为，年纪大了之后，不再需要像年轻时那样，用对身体有益或者对身体有害这样的标准来决定吃什么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只要不过于认真的生活，老化、烦恼和不安都会消失。在第2部分，我会介绍以下3个要点：1. 想睡就睡，想醒就醒；2. 退休储蓄现在就用，别把财产留给孩子；3. 年纪大了可以随时取消约会，受邀时先答应再说。这些内容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接下来我将逐一详细讲解。首先来解释第1个秘诀：想睡就睡，想醒就醒。年纪大了，家人往往会有各种期待，比如希望你每天都洗澡，保持整洁，或者希望你按时起床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。此外，很多人也认为优质的睡眠是必须的，这种常识根深蒂固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年纪大了以后，完全可以随自己的意愿，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，没必要过于在意睡眠时间。的确，年轻时如果晚上睡不好，第2天白天可能会感到困倦，影响工作。但是当您年纪大了，退休了，每天有的是时间，早上按时起床这件事本身就没有那么必要了。此外，虽然我们经常听说需要获得高质量的睡眠，但年纪大了以后，睡眠时间自然会变短。实际上，作者每晚的睡眠都是断断续续的，每隔1个半小时就醒来一次，晚上为了上厕所甚至会醒3、4次。虽然没有那种深度睡眠的感觉，但作者认为这样也没问题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睡眠问题比年轻时更容易出现，比如晚上睡不着、频繁醒来等等。如果您总是为这些事情烦恼，那会成为很大的压力。所以年纪大了之后，接受睡眠问题是正常的，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变化非常重要。事实上，老年人不需要强迫自己长时间睡觉，因为那样做对身体没有好处，反而可能有害。睡得太久会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变得僵硬，起床后反而觉得不舒服。作者经常接到关于睡不着觉的咨询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时候身体并没有因为睡眠不足而出问题，真正让人困扰的是对睡不着的焦虑。结论是，年纪大了，短时间的睡眠其实就足够了。然后像年轻时那样，不能一觉睡到天亮，也无需担心。白天困了的话，睡个午觉就好了。作者说，反而是睡不着的过度担心对健康不利，因为这种慢性压力会侵蚀我们的身体。没必要担心早起和睡眠时间，这是老年人的特权。接下来我来讲解第2个秘诀：赶紧花掉您的养老积蓄，不要把财产留给孩子。作者通过观察许多老年人发现，退休后收入不再稳定时，很多人开始不再花钱，即使那些曾在大企业任职的高管，也变得极其节俭。
努力减少每一笔开支。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只能靠养老金过日子，而女性相对更愿意花掉积蓄来享受生活。的确，过去的观念认为，老年人应该过节俭的生活，这曾被视为一种美德。然而，在如今的富足社会，如果存钱的人不花钱，经济就难以运转。我们积攒财富是为了应对疾病或年老无力工作时的生活。然而，许多人到了老年却不愿动用积蓄，反而靠养老金过着紧巴巴的生活。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风气，他并不是鼓励大家把所有钱都花光，但至少应该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花掉一半的财产。假设您今年70岁，那么您大约还有15年的寿命，将财产的一半除以15，就是您每年可以使用的金额，再加上养老金，生活一定会比现在更加充实。即使活得比平均寿命更长，仍然有一半的财产留着，不必担心。与其过分节俭感到生活压力，倒不如适度的花钱，快乐度日，这对健康也有好处。据统计，在日本大多数人最终都没有花掉他们的积蓄而去世。根据一项针对60岁以上人群的调查，约70%的人表示愿意工作到70岁甚至更久。实际上，当人们年纪大了，才会真正意识到工作的意义。因此，除非你有特别想投入的爱好或计划，否则继续工作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工作不仅可以预防老化，也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。当然，您不需要像年轻时那样拼命工作，也不必做不喜欢的工作，只要能在能力范围内每月赚几万日元，维持与社会的接触，这就足够了。关于为什么很多人不愿花掉存款的另一个原因，是他们想把财产留给孩子。然而，作者认为财产留给孩子反而可能带来问题。钱虽然便利，但也可能成为矛盾的火种，特别是遗产，往往会引发家庭纷争。近年来，很多人为了节税提前赠与财产，期望孩子将来会照顾自己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孩子、房子，以及那些一旦进入自己口袋的东西，即使是为了父母，也不容易轻易放手。这是作者所看到的一个严峻现实。与其怀抱这种淡淡的期待，最后被辜负，不如在每次得到帮助时，直接给些现金，让事情在当场了结，这样反而更为干脆。作者认为，这种把财产用尽的生活方式能避免与子女产生隔阂，反而能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再者，给孩子留下财产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件好事，但这是否真的对孩子有利，其实很难说。就像那些中了彩票的人，往往反而变得不幸福一样，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钱。更重要的是，靠自己的努力挣钱才是关键。比如大富豪比尔·盖茨，他说自己不会给孩子留下巨额财富，他打算把大部分财富捐出。他在采访中提到，比起给孩子留下一大笔财产，他认为不断接受挑战才是最精彩的人生，并且让孩子像普通社会人一样起步，对他们更有利。人类毕竟是脆弱的生物，如果继承了大笔财富，很可能就会觉得反正有这么多钱，不用再努力了，导致懒惰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也有人觉得即使不努力，悠闲过一生也是幸福的。但人并不能那么容易就获得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某些成就，因此给孩子留遗产并不一定对他们有好处。作者认为如此，我对此也非常赞同。毕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生活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感。接下来是第3个秘诀：年纪大了可以随时取消约会，受邀时也要先说 yes。我接下来会进行解释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尤其是75岁以后，做什么事都会觉得很麻烦。然而，身体如果不经常使用，会越来越退化。如果总觉得麻烦而什么都不做，会让所有事情变得更加麻烦，最终导致体力下降，甚至导致引发宅在家里的倾向。因此，尤其需要注意，
当大家被朋友邀请外出时，拒绝的次数是否越来越多了？作者建议不要总是宅在家里，衰退只会加剧。外出时，只要有人邀请您，就立即答应是，即使感到有些麻烦，但一旦承诺了某件事，最终还是会动身出门。反过来说，若没有被别人邀请或某种程度的外部推动，年纪大了会越来越难行动，很容易因为稍微感到疲惫或觉得可以推迟到明天而放弃，最终屈服于麻烦。作者常说，年纪大了不要听从自己身体的声音，因为年纪大了做什么都觉得麻烦。如果问自己今天感觉如何，身体一定会倾向于回答今天很累，想休息一下。第二天若再问，身体则会说前2天的疲劳还没恢复，需要再休息一会儿。到了第3天，身体就完全不想动了，这时候就变成了宅在家里的预备军。因此，正确的应对方法是在第1天时不要被身体的声音所迷惑。75岁以后，必须意识到是靠意志力推动身体行动。别人一旦邀请您，一定要答应是，这会成为促使您行动并外出的动力。年纪大了之后，也要记住随时可以取消约会，这样的话，接受邀请就不会有太大负担了。如果您心里想着即使取消也没关系，就会更容易答应邀约。年纪大了后，大家都明白有时身体状况不好，或者有不想做的事，所以即便临时取消，对方也能理解。他们会认为可能是身体不适了吧，或心情不好吧，因此即便取消也没关系。所以抱着这种心态，尽量参加所有的邀约吧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